第一课，健身俱乐部营业时间。健身俱乐部开放时间为早上6点至晚上10点，非常方便。确实如此，这些时间允许你根据个人情况灵活安排锻炼时间。我很高兴能够在清晨或傍晚去。绝对，它既适合早起的人，也适合夜猫子。我经常发现，早上锻炼能让我为新的一天注入活力。是的，以体育活动开始新的一天，确实令人神清气爽。也许我们应该计划某个时候一起去上课。听起来太棒了，和朋友一起锻炼会更有动力。让我们保持健康，并享受在健身房的时光。第二课，数字排毒。在数字排毒期间，让自己以其他方式忙碌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从事一些不涉及屏幕的活动，比如阅读或徒步旅行。这真是个绝妙的办法。大自然自有办法让人心神焕发，精神焕发。是的，我发现远离科技能帮助我重新认识自己。也许我应该尝试画画，它可以成为我排毒期间的一种创造性发泄方式。听起来太棒了，艺术活动真的有神奇的疗愈功效。让我们互相挑战，在下一个排毒期间寻找新的爱好。我喜欢这个主意，让我们一起探索新的兴趣，拥抱当下。确实如此，愿我们戒掉数码产品，带来更多惊喜。第三课，历史遗产。历史的某些方面如何塑造我们当前的社会，这很有趣。确实如此，过去的决定常常影响着我们现在的行动。例如，我们无力增减历史，历史常常被人们注意，却很少被人们记住。是的，历史教训至关重要，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它。也许我们应该进行讨论，以提高对这些历史见解的认识。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了解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展望未来。让我们组织一个以历史文献为重点的小型读书俱乐部。我很乐意，让我们深入探究过去，丰富我们对当下的理解。当然，愿我们的对话能激发大家学习历史的兴趣。第四课，买鞋。这双鞋真好看，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它们看起来很舒服，无论休闲还是正式场合都很适合。是的，舒适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受不了穿夹脚的鞋子。我完全同意。你平时穿多大码？我通常穿10码，找到合适的尺码以获得最佳舒适度至关重要。确实如此，或许我们应该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尺码。我会请销售助理来协助我们。好主意，祝你找到完美的鞋子。
好的，祝我们购物愉快，顺利顺利。第5课，美丽标准。有趣的是，人们通常如何看待那些经常赢得全国选美比赛的女性？是的，同样令人着迷的是，男人以坚强和少说话而闻名。对吧？看来社会对两性有不同的期望。绝对，这些刻板印象确实很局限。也许我们应该通过赞美多种形式的美和表达来挑战这些规范。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在当今社会，尊重个性至关重要。让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些话题，并鼓励公开讨论美丽标准。确实如此，让我们重新定义美丽，颂扬真实。是的，愿我们的讨论能够激励他人拥抱真实的自我。第6课，跟踪指标。跟踪网站流量、转化率和客户反馈等关键指标至关重要。当然，这些指标能提供宝贵的洞察，帮助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我相信他们可以指导我们制定未来战略的明智决策。确实如此，分析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也许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定期的审查流程来监控这些指标。这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坚持不懈是实现目标的关键。让我们创建一个仪表板来可视化我们随时间的进展。让我们做出以数据为依据的决策，共创成功的未来。是的，愿我们的努力都能取得优异的成果。第7课，繁忙的日程。我一如既往的忙碌，我的日程表上有很多会议。我感同身受，好像每个人都想同时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确实，我们上周讨论的新项目还有什么进展吗？是的，团队正在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我很感谢这些更新，它有助于在混乱中保持知情。当然，沟通对于确保每个人都达成共识至关重要。也许我们应该安排一次后续会议来解决任何遗留的问题。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祝你保持井然有序，高效工作。是的，祝愿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够带来项目成功。第8课，继承与家庭。有趣的是，家庭农场通常由长子继承。是的，这通常意味着其他儿子和女儿可能不得不走不同的道路。我相信它可以培养继承人的责任感，同时也会引起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些怨恨。绝对，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关系可能会相当复杂。也许我们应该探索不同的文化如何处理继承和家族遗产。听起来真棒！了解不同的观点可以丰富我们自己的视野。
让我们分享有关我们的家庭及其传统的故事和见解。让我们互相学习经验吧。是的，愿我们的讨论能够加深我们对家庭关系的理解。第9课，简历筛选。您对新职位的简历筛选完毕了吗？还没有，还有大约20个要处理，我想彻底处理一下。这可以理解，找到合适的人选至关重要。当然，每份简历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希望确保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也许我们可以将剩余的简历分开，以加快处理速度。真是个好主意，团队合作可以大大加快筛选速度。让我们为自己设定一个最后期限，来保持这种势头。祝我们团队找到最合适的人选。是的，祝愿我们的努力能够成功。第10课，公共卫生意识。一些地区病例数量的增加令人担忧。是的，每个人都遵循建议的健康指南至关重要。绝对有效，提高认识并坚持执行，可以显著减少疾病的传播。我相信社区努力向公众宣传和教育至关重要。也许我们应该考虑自愿支持当地的健康计划。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一点一滴都有助于促进公众健康。让我们集思广益，共同寻找提高认识的办法。这是我们为社区健康做出积极影响的举措。是的，愿我们的行动能够激励他人，将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第11课，旅行计划。哦，太令人兴奋了！你想去哪里旅行？我乐意听取意见，或许去一个风景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听起来太棒了！一个既有自然美景又有历史底蕴的目的地，再理想不过了。是的，我一直想去一些可以徒步的地方，了解当地的传统。考虑一下山附近的地点怎么样？那里通常景色优美，活动丰富多彩。这主意太棒了！我们可以白天徒步，晚上享用当地美食。没错，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湖，我们甚至可以尝试一些水上运动。太激动了！让我们马上开始研究潜在的目的地吧。这是一次充满冒险和探索的难忘旅程。第12课，水上探险。我记得在湖边的那天，他直接走进湖里，毫不费力地躺下漂浮。听起来真棒，在水里感觉太自由了。绝对，我把脚趾伸进去，感觉一阵凉意，既清爽又令人精神焕发。我能想象，清凉的海水和温暖的阳光的对比一定很完美。是啊，看着它平静的漂浮，我也很想加入，尽管一开始有点冷。
一旦你适应了温度，一切都是值得的。没错，或许我们应该尽快安排一次类似的郊游。这主意太棒了！游泳后，我们一定要带点野餐。让我们一起享受户外的美好时光，创造美好的回忆。第13课，烹饪技巧。要准备西葫芦，只需将其切成薄片，然后每面烤几分钟即可。听起来真好吃，烧烤确实能提升蔬菜的风味。绝对，它散发出迷人的烟熏味，与各种菜肴完美搭配。我注意到西葫芦能很好的吸收味道，你有喜欢的调味料吗？撒上一点盐、胡椒，或许再加一点橄榄油，效果会非常好。听起来简单却有效，我可能会加点香草来增加风味。是的，罗勒或百里香等新鲜香草可以让菜肴更加美味。想想就饿，我们快点安排一次烹饪活动吧。祝您享用美味佳肴，并进行精彩的烹饪实验。第14课，行程规划。我一定会把它添加到我的行程中，听起来这是一个必看的地方。对于我们应该包括的活动或景点，还有其他建议吗？我相信参观当地博物馆可以让人们深入了解当地文化。这主意太棒了！博物馆经常展示一个地区的历史和艺术。此外，我们还可以探索公园，并享受一些户外时光。是的，室内和室外活动搭配得当，能让旅程更加平衡。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计划得以实现。让我们尽快确定行程，然后开始倒计时吧。这是一次充满探索和乐趣的奇妙冒险。第15课，新鲜农产品。我知道一个购买新鲜农产品的好地方，这个市场有很多精选的农产品。我同意，买新鲜水果蔬菜确实挺特别的。您在市场最喜欢买什么东西？我喜欢采摘成熟的西红柿，它们非常适合做沙拉和酱汁。绝佳选择！我经常会找一些新鲜的香草来提升我的烹饪水平。新鲜的香草能让味道大不一样，我们应该一起去市场逛逛。是的，探索市场，发现新食材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这是新鲜的发现和从头开始烹制的美味佳肴。确实如此，让我们一起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吧。第16课，旅行路径。我一直在阅读有关一些动物如何沿原型路径行进的文章。这太神奇了！不过我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椭圆形或卵形路径？这可能与他们的狩猎策略或他们所处的地形有关。绝对如此，大自然总能找到适应环境的方法。我发现这些模式如何影响他们的生存，很有趣。是的，
它精彩地提醒我们自然界的复杂性。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探索动物行为和迁徙模式。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充满冒险的话题，让我们深入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探索野生动物的奇妙之处和它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第17课，庆祝成长。为此干杯！祝我们不断成长，永不放弃梦想。当然，坚持不懈是实现目标的关键。我经常发现，挑战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成长机会。是的，我们克服的每一个障碍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睿智。庆祝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小胜利都很重要。我完全同意，认可我们的进步能让我们更有动力。也许我们应该设定一些新的目标，并分享我们的愿望。听起来太棒了！让我们互相激励，共同攀登更高的高峰。让我们满怀热情和决心去追求我们的梦想。第18课，午餐计划。我想我会去吃三明治，听起来今天的三明治很美味。你呢？有什么想点的吗？我要一份沙拉，它看起来清爽又清淡。很棒的选择，沙拉既营养又美味。让我们找一张桌子，在咖啡馆舒适的角落享用我们的餐点。听起来太棒了，我喜欢这里的氛围。一起度过轻松的午休时间，总是令人愉快的。祝大家在享用美味佳肴的同时，愉快的交谈。确实，祝我们午餐愉快又充实。第19课，公共交通。北美各地的公共交通差异很大。确实如此，有些城市有完善的体系，而有些城市则可能相当欠缺。是的，我在旅行中经历过这两种极端情况。有趣的是，交通如何影响人们在城市中出行的方式。没错，可靠的公共交通可以显著减少交通拥堵和污染。我经常想知道城市如何改善其系统，以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它需要周密的规划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我们应该倡导社区提供更好的公共交通选择。让我们做出有利于人类和地球的明智选择。第20课，历史见解。爱尔兰面临许多挑战，它在800年代和900年代遭到攻击。是的，然后在12世纪，英国人入侵了爱尔兰，这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些事件如何塑造这个国家的文化景观，令人着迷。当然，了解这段历史对于理解现代爱尔兰至关重要。我相信，探索这些事件也可以为当前的问题提供见解。是的，历史常常重演，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也许我们应该多读一些爱尔兰历史，来加深我们的理解。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一起探索过去。确实如此，愿我们对历史的探索能带来更深的认识和欣赏。第21课，听力技巧。认真倾听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专业场合。我完全同意，这能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他人。是的，积极倾听可以促进更好的沟通，减少误解。我发现提出澄清的问题也可以增强对话的效果。当然，这说明你很投入，并且对讨论很感兴趣。也许我们应该在下次谈话中练习我们的倾听技巧。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专注于真诚的倾听彼此。为改善我们的沟通并建立更牢固的联系而努力。确实如此，我们一起努力，就能提升我们的倾听能力。第22课，购物准备。我明白，我们会尽力尽快恢复正常。听到这个消息真是让人放心。购物前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总是很重要的。当然，稍加准备就能确保体验顺利。是的，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最后一刻发生意外而导致计划被打乱的可能性。没错，我们也应该考虑列个清单，列出我们需要的东西吗？这主意太棒了，清单能帮我们保持专注和条理。我会拿起笔和纸，让我们确保不会忘记任何重要的事情。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购物冒险，充满了令人愉快的发现。好的，祝愿我们的努力能够带来圆满成功和愉快的旅程。第23课，旅行经历。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在机场遇到了一点小意外。哦不，发生什么事了？希望没什么大碍。我错误的将我最喜欢的毛衣放在了托运行李中，而不是随身行李中。听起来真让人沮丧。你把它拿回来了吗？幸好我做到了，这只是个小失误，但却让我的开局紧张不已。我能想象，旅行有时会很忙乱。绝对，他教会了我出门前要仔细检查行李。这真是宝贵的一课，祝你以后旅途更顺利。好的，愿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充满惊喜。第24课，时尚发现。我今天想找些舒服的衣服，你呢？我正在寻找一件时尚的西装外套，这对于我即将参加的会议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西装外套是个不错的选择，它真的能提升你的职业形象。确实，我想要一件看起来时尚，但穿着也舒服的。
也许我们应该一起去看看几家商店，我可以提供我的意见。非常感谢，购物时听听别人的意见总是好的。让我们找到一件既时尚又实用的西装外套。让我们来发现那些可以提升我们衣柜的完美单品吧。好的，祝我们购物愉快，顺利顺利。第25课，历史背景。那一年，英国被一位来自法国北部的国王征服。那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一定改变了英国历史的进程。确实如此，他和他的追随者讲法语，这影响了语言和文化。绝对，文化的融合可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传统。我经常想知道这些事件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塑造民族认同。太精彩了！每一次征服或改变都会带来新的想法和视角。也许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究这次征服对现代英格兰的影响。这主意太棒了！了解历史能带来宝贵的见解。让我们来探索塑造我们当今世界的层层历史吧。第26课，用户友好的网站。是的，用户友好的网站会带来更高的转化率，不是吗？当然，精心设计的界面可以显著提升客户体验。我发现，简单的导航可以鼓励访问者进行更多探索。没错，如果网站直观易用，顾客更有可能购买。也许我们应该讨论一些增强可用性的设计特点。这主意太棒了！简洁的布局和清晰的行动号召至关重要。我同意，一切都是为了给用户创造无缝的体验。这是设计轻松吸引和留住客户的网站的方法。是的，愿我们的数字事业因用户友好的设计而蓬勃发展。第27课，珍惜回忆。你说的对，我肯定能找到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放进我的记忆盒里。听起来太棒了！有个人意义的物品能唤起强烈的回忆。当然，我打算把那些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照片和信件也放进去。这些都是完美的选择，每件物品都有自己的故事。我认为保留这些记忆对未来很重要。是的，记忆盒可以作为我们旅程的美好回忆。也许我们应该在记忆盒装满后互相分享。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一起珍惜美好的回忆。是的，让我们创造永恒的纪念品，展现我们是谁。第28课，完美的泳池。那间公寓里有一个游泳池，相当吸引人。是的，确实如此。游泳池是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想象一下，
在温暖的夏日里，在泳池边休息。听起来真棒！我已经能想象自己在那里享受一本好书的场景了。没错，而且有个游泳池很适合举办聚会。当然，它能给任何派对或聚会增添乐趣。我想知道居民们使用它的频率是多少。这个问题问得好，希望它能维护得当，让大家玩得开心。让我们一起享受美丽游泳池的乐趣吧。第29课，安全问题。报纸上有一些令人震惊的报道，称夫妇将孩子锁在车里长达6到8个小时。这真是太令人震惊了！怎么会有人觉得这种事可以接受呢？我知道，有些人不把孩子的安全放在首位，这令人担忧。他提醒我们作为父母保持警惕和负责任的重要性。是的，这凸显了公众对儿童安全提高认识运动的必要性。当然，我们应该提倡更好地教育人们了解这些问题。也许我们可以为关注儿童福利的当地组织做志愿者。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为社区做出贡献。是的，携手共进，我们就能确保子孙后代的安全。第30课，交通选择。我一直在考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不是出租车，这样可以省钱。这主意太棒了！公共交通通常更经济。确实如此，而且它减少了在拥挤区域停车的麻烦。当然，这也是一个更环保的选择。我经常发现，乘坐公共汽车或火车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是的，你会遇到有趣的人，体验不一样的城市。让我们计划一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这会很有趣。听起来太棒了！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探索这座城市。是的，愿我们的旅程充满刺激和冒险。